在这个世界上，没钱的人想赚钱，有钱的人想再多赚钱。那么拥有多少财富才足够人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快乐、最美妙、最值得过的呢？这些问题啊，看似简单，但常常让人迷茫，甚至终生不得其解。其实，在2500年前，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给出了一个终极答案。一天，古希腊雅典的街头啊，一个老头呢对着另一个老头大声的说话，声音之大，生怕别人听不见。你过的生活啊，连奴隶都不想过，吃的是最粗陋的东西，穿的不仅褴褛不堪，而且呢，不管冬夏都是一样，既没有鞋袜，又没有长衫。这话听起来是相当的刺耳，既没有礼貌呢，也不怀好意。说话的人叫安提丰，是一个生活在古希腊雅典城邦里的诡辩家。靠着一套实用主义的诡辩理论，教年轻人诡辩演讲术来收取高额学费。这个在他口中生活的连个奴隶都不如的人呢，可不是个普通人，他就是苏格拉底。于是啊，就有好戏看了。俗话说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是富在深山有远亲。用这世俗的眼光来看呢，人穷啊，不但是没人愿意靠近，就连朋友啊也躲之唯恐不及。不过这话呢，放在苏格拉底的身上啊，可不适用。苏格拉底穷成这样，可周遭的朋友却是一大堆，天天围着他的身边听他讲这儿讲那的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事儿啊，虽然安提丰也想不明白，但是有一件事儿他可很清楚，他认为苏格拉底抢了自己的生意，这年轻人都成了他的学生，自己还怎么赚钱呢？于是啊，把这苏格拉底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。为了让和苏格拉底交往的人呢都离开他，安提丰啊就来挑衅了。当着他们的面对苏格拉底说了那些个挖苦的话。他继续说道：苏格拉底啊，我认为研究哲学的人应该比其他人更幸福啊，可你呢似乎恰恰相反，收获的都是最干瘪的果子。毕竟钱可是个好东西啊，有了它，人们就能够一直买，过着这舒服的日子，你却纷纷不取。既然其他行业的老师呢都希望学生效仿他们，如果你也希望你的学生效仿你的话，那你就必须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传授不幸的人了。不过呢，如果安提丰认为这些个讽刺挖苦就能够让苏格拉底垂头丧气，或者是让他的朋友们离他而去那可就是打错了算盘。苏格拉底耐心地听他讲完，淡定地回答：一个人收了钱，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要为金钱提供服务。可是呢，我不收钱，所以没有义务向我不喜欢的人提供服务。这一句话挑明了，你是为金钱而工作的奴隶，我不是为金钱做事之人，是个自由人，和你压根就不在一个层次上。苏格拉底接着说：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品味越高的美食家，烹饪时越不需要调料。人们换上衣服是因为天气的冷暖，穿上鞋子呢是为了保护脚不受伤。可是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因为天气冷就窝在家里，天气热就忙着找乘凉的地方，或者是不穿鞋子就走不了路了呢？难道你看不出来，像我这样经常锻炼身体的人，比你这种四体不勤的更容易应对各种挑战吗？原来苏格拉底呢，不仅是位哲学家，还是个天天锻炼的健身达人，不畏寒暑的硬汉。苏格拉底呢还没说完呢，从中我们也可以见识到这位哲学巨匠伟大智慧的时刻。苏格拉底接着说：安提丰，你也知道，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是不会偷着乐的，而事业一帆风顺的人心里呢就少不了会美滋滋的。不过这种喜悦，比起看着自己不断成长，收获更多真心朋友所带来的快乐，又如何呢？他加重语气，一字一顿地说：不做欲望的奴隶，而把精力放在那些让自己开心又能长远受益的事情上，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比这更迷人、更高效的呢？而这就是我经常感受到快乐的原因。苏格拉底继续讲道：再说，当你的朋友或城邦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想想，什么人会有空过来搭把手呢？那些离不开山珍海味的所谓幸福之人，还是吃着粗茶淡饭也能随遇而安享受之人呢？苏格拉底最后说道：你似乎认为这幸福就在于奢侈享受，
但在我看来啊，像神仙一样无欲无求才是真正的幸福，才更接近于神性，而接近神性则意味着接近完美。虽然苏格拉底这番话讲的是平静又真诚，却仿佛是隆隆的炮火将安迪丰的狡猾计划炸成了碎片。安迪丰是哑口无言，讪讪地离开了。苏格拉底啊，确实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。他的学生苏诺芬在回忆《苏格拉底》一书中啊，这样描述：我想，任何人不管他的收入多么的微薄，也都足以满足苏格拉底的需求。他只有在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才会吃东西，口渴的时候啊才会喝饮料。他让自身的饥渴成为了最美妙的调味品，享用食物也总是适可而止。就算受邀参加宴会，也能够轻松地控制自己，避免暴饮暴食。这种自制力啊，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。对那些无法抑制口腹之欲的朋友，他总会诚恳地建议：不饿啊就不要吃，不渴呢就不要喝。他说，这种事情不慎重对待，可能会让我们的胃口、大脑乃至心灵失去平衡。他甚至借用系列神话故事中的人物，半开玩笑地说道：科尔凯就是用大摆宴席将人变成猪的。科尔凯是希腊神话故事当中的女巫，在奥德赛中，奥德修斯一行人来到了爱尤岛，科尔凯呢邀请他的船员到岛上饱餐一顿，却在食物当中放入了药水。那些船员们吃下食物之后呢，就变成了猪。而奥德修斯因为听了霍尔墨斯的忠告，面对诱人的美食，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，不但没变成猪，还让科尔凯爱上了自己。虽然这苏格拉底这比喻多少有点损，不过呢也没毛病。欲望像是一口无底洞，人要是一辈子生活在不知足当中有再多的钱，又怎么可能体会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呢？那么苏格拉底真的是一个没有本事赚钱的人吗？当然不是，那只是他的个人选择罢了。他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呢投入到有意义和值得做的事情上，而不是在这无尽的物欲追求当中耗费自己的生命。他对物质的需求极低，觉得那样非常好。在他看来，知足才能够带来内心的满足，而贪婪永远都不能。何况人类社会你争我夺的种种矛盾，不就是贪婪所带来的吗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倡导并实践极简生活，即便再有钱，也尽可能的简化物质的拥有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人们深刻的体会到，随着物质欲望的不断减少，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不断的增加。当人的心灵不再被各种各样可有可无的东西所填满，一股悠然愉悦的清风便吹了进来。显然2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的观点放到现在也同样适用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